我看到你拉下的资料，虽然你不是应届毕业生，但是你非常有意愿和潜力，很符合我们磐石不拘一格对人才的筛选。于是我就把你的简历给了我们领导，也就是人事部的总监，这才给你争取到了一个机会。谢谢你，你帮了我一个忙，我也帮你一个忙，就算是报恩吧。哎，对了，这次面试新上任的 CEO 也在，要好好表现。会议室在那边。 林爽是吧？啊，坐吧。好的。不要紧张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磐石的 CEO 顾总，啊，另外一位是总助舒曼，我是负责人力的何飞，我们就简单聊一聊，真实的说一说你自己的想法就可以。好的。 我看到你的简历里写着，你曾经为了照顾家庭和孩子，选择放弃事业，成为全职主妇。那现在我能问问你，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决定重返职场？我是为了我女儿，也是为了我自己。我有一个女儿叫小苹果。 他非常喜欢打冰球，也很有天赋。可即便是这样，每当有人听说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冰球运动员的时候，第一反应大都是质疑。我女儿也经常问我，她说：“妈妈，为什么女孩子不能打冰球？是不是有很多事情只有男孩子才能做？”这个问题她问了我很多次，我也回答了很多次，但我想。 还是没能得到他满意的答案吧。我知道，以我的年纪，这么多年的行业空白期，想重返职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你刚才问我为什么这么做？当年我选择回归家庭，陪伴女儿成长，这件事情我不后悔。但是现在，我想要做回那个曾经的自己。 因为我想要给女儿做一个表率，让她知道，女性也可以不受束缚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我希望，我女儿现在的疑惑，可以从她妈妈身上找到答案。我觉得虽然林爽的工作经验有一些欠缺，我们招的就是助理，工作经验啊可以慢慢的去累积。舒曼，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顾总，那您的意思是？你认为深度学习算法比机器学习算法好在哪个地方？有人说深度学习是黑盒，在暗箱里操作，可解释性不大，你怎么看？不好意思，我还没有进一步研究深度学习这个技术。但是这也是我想竞聘研究院助理这个岗位的原因，因为在磐石我可以接触到最前沿的科技。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之上，争分夺秒地更新自己的技术。算法行业日新月异，4年的职业空白不是说填补就能填补得了的。抱歉了，像你这种轻易的就放弃事业和理想的人，不适合我们磐石。下一个。还有啊，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拥有好的家庭、好的天分、好的机会，却不知道好好珍惜的人，而你，就是这种人。
跟妈妈视频。妈妈，哎，果果，快教我做馒头啦！你看，这是我做的小兔子馒头。哎呀，果果真棒！妈妈，你是不是哭了？妈妈没哭。刚才有一个小沙子进到妈妈眼睛里了。那果果帮我吹一吹吧，我吹一吹眼睛就不疼啦。妈妈，你的眼睛还疼吗？真的不疼啦，果果真棒。果果在，妈妈就不疼。那果果要永远和妈妈在一起。果果要永远跟妈妈在一起。好了，果果吃饭了啊，来跟妈妈拜拜拜。拜，果果，来亲妈妈一下。哎呦，我也想你啊！他做饭了吗？饿死了啊！能少了你吃的啊？哎，给你们买的水果记得吃啊，别放着又放坏。哎，以后别买东西来了，想吃我们自己会买的啊。哎，顾雪啊，哎，双双来了，哎，你来啦？哎，还不是你爸非要跟顾许下棋，这不刚下了2盘，就说累了，自己先去休息了，把人家撇在这儿。什么味儿啊？妈，你锅里做什么呢？练我的鱼。你会下棋吗？会啊。怎么称呼您？我叫小苹果。哦，我叫顾许。荣幸。你好，要不下一盘？该你啦。你还会玩别的吗？叔叔，你是不是认识妈妈很久了？是啊。你怎么知道？外公家里有你的照片，你和妈妈小时候的。外公说你是很厉害的叔叔。叔叔，妈妈在成为我妈妈之前是什么样的呀？以前的林双啊，固执又倔强，考试永远全班第一，体育文艺样样都行。你妈妈是我见过最优秀的人。比叔叔还优秀吗？二高的学习氛围怎么样？我感觉比之前的学习氛围更浓一些。你在之前学校的成绩啊，我看过，非常优秀。主任好。不过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咱们二高是省重点，你要在这样的学校里。主任好，不好意思，同学，你们把飞机还给我吧。谢啦。这是凌霜，年级第一，你们啊以后不仅是同学，更是竞争对手。你妈妈比我优秀很多很多。我在很久很久之前啊，她就一直是我想要超越的目标。果果，外婆做了你最爱吃的大螃蟹，快吃饭。吃大螃蟹了！洗手啊！走啊，吃饭。小苹果自来熟吧？这心也大，你不用说那些违心的话都能开心的。你为什么觉得我说的是违心的话呢？从认识你开始，我就把你当做自己唯一的目标。以前的林双，的确是我见过最优秀的人。是你让我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天分。曾经的我，不管付出几倍的努力，都永远无法超越你。可惜啊，自从你感情用事，放弃了事业，那个优秀的林双就消失了。这几个月你是真的补了很多课，
这么短的时间，除了 Python 语言的熟练掌握，还补上了之前深度学习推荐系统的短板，还研究了 TensorRT， 实践项目也做了不少。看来你确实下了不少苦功夫。能够进入磐石研究室，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希望各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顾总，我没有别的问题了。我的问题还是个老问题，这对于我们磐石来说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到底要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顾总说的没错，所谓的平衡其实根本不存在，它无非是取舍和牺牲。但是在认定这个事实之前，我想先明确一点，家庭是一家人，取舍和牺牲绝不是靠女性一个人来完成。所有的家庭成员，甚至包括孩子，都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当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承担起了责任，并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么这个取舍和牺牲才能最大程度的减少不必要的消耗，尽量让所有人都满意，也可以看作是达到了某种平衡。你刚刚这番话呢，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你表达的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恐怕执行起来是非常难的。而且，程序员是高强度的工作，即便是大学刚毕业的年轻的员工，也有时候可能会感到力不从心。所以你到底拿什么来证明你能够胜任？我想让大家看一个表格。我的一天是从早上6点开始的，洗漱、更衣。6点20，我准备早餐，叫家人起床。7点15送孩子去幼儿园。8点菜场买菜。8点40回到家里，收拾餐桌，整理衣服，还要处理一些缴费和外出事宜。一边我还要用手机听课。12点钟，我会利用午餐的时间下单一些生活必需品。12点半，午餐结束，我为晚餐做准备。3点，我会去幼儿园接孩子，直接送到特长班，督促他语数外以及画画还有围棋等技能的学习。5点钟回到家做饭，6点钟吃晚餐。7点半，我给孩子洗漱，哄他睡觉。9点钟，我再重新收拾一遍房间，为第二天早餐做准备。10点，我可以继续学习2个小时。12点，我自己洗漱睡觉。这只是我过去几年里最普普通通的一天。如果遇上老人、孩子生病，家里突然来亲戚，那这张表格还会复杂很多。另外，除了时间管理，几年的主妇生活也让我对于财务统计、家里人的心理疏导以及各方面的协调能力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我想，我的工作强度和复杂度对比一个初级程序员的工作需求，应该是绰绰有余。你在之前的面试和笔试中分数排名是最高的，所以看得出啊，你的 Spark 以及机器学习方面的工程能力是非常的扎实的。顾总，您还有问题吗？如果这次的面试你还是没有通过呢？我一开始出来找工作，其实动机非常单纯，就是想赚点工资。选择做程序员也是因为老本行好上手。但在这几个月的跌跌撞撞里，我开始想起来那个曾经在家庭主妇身份中过度自我认同而丢失的自己。所以，不管我能不能来磐石工作，我都笃定了会在寻找自我、实现自我的路上继续前行。
恭喜你加入磐石研究室。雷泛着斑驳，慢慢的回望，享受着太阳赐予的温暖。它沿着遗憾缓缓的落下，去拥抱脸上释然的笑啊。希望以后的每一天，我都能去发光，而不是被照亮。他看见，他蜕变，他不屑，他共勉。江海，明天我就要去磐石上班了。刚开始上班呢，我估计会有点忙，会有一段时间的适应期。所以，我跟我们小区的邓阿姨已经商量好了，以后我下班晚，她会帮我接小苹果。这段时间谢谢你了。没事儿。恭喜你啊，林双姐。可这样一来，我以后是不是就不能每天见到你了？啊，我的意思是，你要是下班晚，路上不安全，我可以去接你。不用，我现在自己开车很方便的。你帮我照顾小苹果，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其实我吧，有的时候就是想每天能听一听你说话的声音，见你一面吧。就哪怕隔得远远的看着也好，我没有别的意思了，我也不是想去骚扰你。江海，我真的只拿你当普通朋友，也希望你可以尊重我们作为普通朋友的界限。我知道的。哎，当然了，果果交代的任务，妈妈能不完成吗？跟小朋友们分一下。吃糖了。哦，谢谢。林双姐，还是拿我当小孩子呢。那你就拿出点大人的样子来嘛。惠总，不吃饭吗？这么严肃干什么呀？我刚才给明博打电话，你硬把他顶替了。这么快就穿帮了？王佳怡，这里是公司，不是你过家家的地方。我没在闹着玩儿，我是真想跟你学点东西。这次出差我也早就跟你申请了，但你最后还是交了明博。我之所以选择明博有2个原因：一，他工作经验比你丰富；二，我们出差办事儿难免要喝酒应酬，加班晚归，他一个男人跟着我比你方便。原来魏总也会搞职场性别歧视。我没有搞职场性别歧视，我只是……所以，不是我做不好，而是你担心我做不好。我会用实际行动向你证明，你的担心绝对是多余的。再说了，你现在没什么备选方案了，我们还是抓紧聊聊项目吧。冒名顶替的账我回公司再给你算。先吃饭。我们这次来，主要是要磕江南几个老牌企业，你回去查查资料，好好做做功课。还有，要跑几家公司、几个地方，所有的路线、车都提前安排好。好的。林双，欢迎你在磐石正式开启你的程序员生涯。谢谢，我带你过去。咱们磐石科技成立于2015年，目前呢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企业软件公司，主要提供数据库、工具和应用软件等相关的咨询支持服务。你这次入职的小组呢是隶属于开发中心的，也就是我们研发中心。像我们研发中心现在目前有180多名的开发人员。
你也知道，咱们公司可是向来是以技术为核心的，所以啊，这研发中心更是 CEO 的直属。这边就是工作区域了，你看一下。哦，对了，你这边还要下载一个工作软件，就是这个引擎。引擎呢是咱们磐石内部的协同合作系统，像日常的工作沟通以及请假调休之类的，一切跟工作有关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可以在引擎上解决的。哎，你可以选几个位置啊？哦，就是这边绿色的都可以选。那我就选这个吧。哎，挺好，可以。来，我带你过去。就是这里。好，我那边还有事情忙，到时候有什么事儿找我啊。加油！雨霞啊，喂，林双啊，你这个工位啊，正对着 CEO 办公室，无论是上班呢、摸鱼还是留发，全都一览无遗，能够感受到来自 CEO 的零距离关怀，是我们整个磐石出了名的风水宝地。歇水去了啊。下周的产品需求会，所有的流程已经同步到你们电脑上了，自己看一看啊，完全根据这个规章制度走。各部门你们稍微协调一下，好吧？哎，听清楚了啊！散会。林双，产品的需求会。啊。语速这么快，能听清啊？提高获取信息的效率嘛，多听听就习惯了。看你说，神。宵夜加按摩，公司加班福利。可惜啊，就是没什么时间享受罢了。哎。不好意思啊，邓阿姨。没事，睡熟了。那我去了啊，我送你。好，那你注意安全，谢谢啊。哎，问你，我不行吗？你试一下那个导播图。导播图呢？看到。哦。这个程序不行，你哦。不是。谢谢。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
今天可能要辛苦了，我们得连夜修改方案。魏总，我看那个客户根本就没想诚心跟我们合作，改方案根本就是个借口。我们这次来的任务，就是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方舟的实力摆在那里，市面上那么多客户，咱们换个更好搞的不行吗？就没有好搞的客户。佳怡，你是千金大小姐，从小到大一帆风顺，没吃过苦，你可能一时半会儿很难了解打工人的生活。没关系，越是难做的事情，做成了越有成就感。不信你试试。那我试试。打100个电话。妈妈，楼上思欣的爸爸妈妈又吵架了。童话书里不是说结了婚都会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吗？因为童话故事和现实世界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啊，大家喜欢把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看，把不好的一面就藏起来。其实我一点也不希望爸爸升职加薪。为什么？爸爸越来越忙，有时候我连着好几个礼拜都看不到他。佳怡，你把星辉的资料让我看一下。第1节课，我就跟你们讲了，冰球运动的精神是什么？是团结协作，是队魂。我以为你都忘了呢。刚才为什么不把球传给小苹果？都不把小苹果当成自己队友，还谈什么队魂？教练，不是我们不想把小苹果当成队友，我也想传球给他呀，可他跑得太慢了，我力气大，怕把他撞飞了。过一会儿他该哭鼻子说我欺负他了。教练，你也说了，比赛嘛，总是要赢呀，总不能因为小苹果是女孩子，我们就故意哄她开心，让着她吧。我不想跟小苹果练球了。我也不想跟小苹果练球了。我也不想，我也不想，我也不想。行了，你们都少说2句。你们8字练习20次，去。林生，都还适应吗？正在努力适应中。跟你想象的不大一样吧？大厂需要用速度对抗周期性，职场环境也会相对复杂，所以短期内你估计会很辛苦。没事，我挺开心的，不怕辛苦。哦，对了，昨天你跟老柴反映了量化算法的问题，他直接把邮件转发给了研发部的负责人何总，然后抄送给了我。不是，我不知道他。你不用和我解释，今天何总正好在北京出差，明天等他回来，你好好想想该怎么跟他解释。
说那老柴怎么能这么阴呢？我正常给他发私信反映问题，他招呼都不打，直接就把邮件转给了何总，这明摆着让何总恨我呢吗？要不是舒曼刚才告诉我，我都不知道我被人当枪使。你就是一个职场小白，人家拿你当软柿子捏呗。不过你也是啊，一个职场新人，最重要的就是低头做事，抬头看路。你都分不清楚东南西北，就横冲直撞，一片好心，结果让人家当炮灰。你说你冤不冤呀？我当时在方舟工作的时候也没觉得这么内耗啊。方舟那个时候处于初创阶段，就几十名员工，现在的磐石有几万名员工，自然有亲疏，有派别，有阵营，有利益关系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职场不是童话世界，除了有实力和努力，还需要随机应变的能力。可再帮我想一想，明天那个研发部的何总回来，我应该怎么说啊？你还想说什么呀？多说多错，少说少错，不说还是错。我死定了！你的手快不快？基于我这次去北京项目洽谈，进一步了解了客户的需求。稍后呢，负责这个项目的同事啊，跟我走，咱们单独开个会聊一聊。好。哦，有同事给我发邮件，反映开源的量化算法性能不佳，所以刚刚会前我特地找了 KV 跑了一下算法，测了一下性能效果，结果发现根本不存在邮件里反映的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我给老柴发的邮件。我的初衷是想和他探讨一下如何解决问题，但是老柴迟迟没有回复邮件，所以我就昨晚加了一个班，索性把问题给解决了。至于他还跟您汇报了这件事情，我确实不太清楚。比起反映问题，我们更需要的是高效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磐石需要林双这样的实干精神啊！ 啊，哎呀，我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是一个新人，我做事的原则非常的简单，就是低头做事，抬头做人。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各位同事日后可以多多指正。老柴啊，以后遇到问题，不要老想着甩锅。 啊，多动动脑子。好了，就到这儿吧。来，晶晶晶晶晶，为你开心，谢谢你。恭喜你啊，一战成名。以后谁想要在磐石欺负你，估计有点困难了。说真的，还得多亏了你。 以前吧，我觉得你行走江湖全靠啊，但是没想到你对付职场潜规则也有一套啊。我希望在职场上，你永远也不要知道这些潜规则。对付职场这种小垃圾，我可是有100种办法。以后看他们谁还敢欺负你。怕了，人际关系这门学科呀，真的是比专业难多了。 在职场上啊，是有很多这种人情啊、欺骗啊、背叛的小故事，但是你知道吗？最受人尊重的，就是像你这样，真正有能力、正能量且向上的人。可以啊，林双，表现不错啊。何总，没有，我呢，其实就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你当时来江大听课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不一般的。
哦，您记得我去江大听课的事儿啊？当然，听人力的朱小晴说，你是顾总特别安排来听课的。我是顾许安排来的。行了，你们继续吧。哦，何总您慢走啊。好。干嘛？这个顾许什么情况？他可是你的冤家对头，他为什么会帮你啊？而且他还帮了我。他该不会是对你有什么企图吧？哇，对我有神经病啊！我有什么可企图的？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好的，顾总。哎呀，还没写完呢。我已经给你保存好了，困了就回家睡觉，别在公司浪费电。就这你也要听个课，你也要安排。你这个 CEO 是不是有点太操心？我去江大听课的事是你安排的吧？你不是最看不上我吗？干嘛要帮我？我帮你是2个原因：一，你是林老师的女儿，林老师对我的恩情无以为报，所以我只能从你这儿借花献佛；二，倒是我个人原因。其实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顾许，在某种程度上，是得益于你。因为我。你是我在大学生涯里一直想要超越，却偏偏怎么也超不过的那个对手。整整7年，我都活在你的阴影里边。你知道吗？我为了超越你，到美国留学，每天都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创业之后，更是把办公室当成了家。我用了2年的时间，就把创业公司做成了业内独角兽。就连我接受磐石的 offer 回到国内，有一大半的原因，是想要重新跟你一较高下。现在你呢？我设想过无数种我们重逢的可能性，唯独没有想到过眼前这种。武侠小说你看过吧？什么意思？我拼尽了全力练成盖世武功，就是想要和你重新一较高下。现在孤独求败的心情，我倒是体会到了。我之所以要帮你，是因为我对昔日对手的一份崇敬之心。当然，我也奢望着，也许有一天，你能重新拥有与我一决高下的事。谢谢。不过我连进入磐石都是勉勉强强，距离成为你的对手还差10万8千里呢。我估计你这个愿望应该是很难实现。没关系，有得必有失嘛，也好。看着昔日的劲敌，现在兢兢业业的每天为我搬砖打工，也是一种特别的享受。可惜这种感觉，这辈子你是体会不到。撑不住了就赶紧回去休息，但是绩效完不成，工资还是要照扣的。
你这枕头一向不行啊，赶紧回去休息吧，别熬夜了，毕竟年纪摆在这。我在国外的时候就听过你。我是顾许在普林斯顿的学妹，后来他创立了普柳科技，我也一直是他的搭档。他上大学总是第2名的故事，我简直听得耳朵都要起茧了。那都是过去的老黄历了，还提他干嘛？倒是你，我听磐石上上下下的人都夸你业务能力出众。哦，原来是老搭档了，怪不得这么有默契。我喜欢顾许。你是不是误会了？这个人我从来就没往这方面想过。你俩还挺配的。他配不上你。是吗？可惜这些年一直都是我一厢情愿，顾许一直不接受我。他就是这么个人，以前满脑子学习，现在满脑子工作。上学的时候，他连衣服都只有2身，全靠一口仙气儿活着。哎呀，人间烟火呀，他还没有尝过。这么多年，别说是恋爱、结婚、生子，他连一个给人对象都没有。想想也够心酸的。被你这么一说，我都有点怀疑我看男人的眼光了。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但凡是天赋异禀的人，多少都有点性格上的缺陷。说真的，你如果能让顾大仙下凡，那真是做了件好事。我正在努力中。听说你一毕业就结婚了，我也很好奇，是什么样的男人能让你一个名校学霸心甘情愿这么多年在家洗手做得呢？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看样子是个悲剧。应该是一个励志剧，有机会说给你听。德亚服饰刚刚打的那个电话，可把他们紧张坏了。一听到他们也要抢咱们粉丝节的独家联名，那几个老油条赶紧放下架子敲定合作，生怕晚了就没有了。那嘴脸，笑死我！不过这电话怎么这么巧啊？刚好赶在咱们开会的时候，该不会是你找的托儿吧？你看出来了？我猜的。德亚那边确实有新合作。我故意把电话安排在了会议时间，催单嘛，得使点小招，好让那些犹豫不决的客户尽快下定决心。受教了，基本技巧而已，以后你要学的东西还很多。一会儿回到酒店赶紧睡觉吧，看你这天熬的，黑眼圈都快跑出来了。哦，我第一次来古镇，还想好好逛逛呢。行，你逛吧，准假。那一起呗。我还有工作。你昨晚熬得那么晚，还不许调休吗？我这黑眼圈可算工伤啊，你就当是给我头一次谈成客户的奖励。好香啊！魏总，我想吃饼。我请客。老板，哎，来2个饼。哦，好嘞。谢谢啊。谢谢。怎么样？好脆啊！你尝一个，好吃吧？再见啊！再见，再见。该狗。你签完字，我就是你正式的离婚代理律师了。今天开始，我们就要共同进退了。
来吧，看看你的情况。财务方面，根据你提供的相关财务资料，我已经看过了。男方的工资加上灰色收入，粗略估算一下，资产超过1500万，所以你应当分得的至少是750万。抚养权方面，虽然你现在已经有了工作，但你还在试用期。即便日后你转正了，你的收入跟男方相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而且你现在的工作时间比较长，孩子大部分时间是交给小时工来照看的。如果对方的父母提出他们可以照看孙女，加上男方的高收入，他随时可以将劣势转化为优势。所以抚养权方面，我们并没有完全的把握。是。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害怕离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想想，我应该是非常害怕失去小苹果。小苹果是我女儿，特别可爱。这几个月，我一直非常努力，无非就是为了想把孩子留在身边。所以，请你一定要帮帮我，拜托了。这个你放心，我会尽力的。之前你给我提供了一些证据，可是你知道，在法律上，证据的认定是非常复杂的。有时候我们认为的铁证也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瑕疵。所以现在我建议你应该抓紧时间去搜集更多的相关证据。如果能够证明男方是婚姻中的过错方，就可以在财产分割上占有主动权，抚养权上也会逐渐增加考虑的因素，让法官优先选择你。总之，协议离婚比的就是双方手中谁有更多可以让对方让步的筹码。如果到了诉讼离婚这一步，看的就是你手上有多少证据了。好，我知道。从初中起，我就被我爸妈丢在国外一个人念书，所以我很早就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只要提起行李，就像带上了家，但终点在哪里，我却永远也不知道。一个人孤单的时候，我就喜欢去港湾。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在港湾边一坐，我就不再害怕寂寞。那么多船只一路在海上漂漂泊泊的，但只要驶入到了港湾，就像是回到了家里，不再因为有狂风巨浪而恐惧，也不再因为看不到彼岸而失去方向。他们和我都一样，都安全了。后来大了一点儿，我就提着行李一个人去旅行。我最喜欢的也是世界各地的港湾。我去过里约热内卢港、旧金山湾、普吉岛的潘牙湾，还有加拿大的芬迪湾。以后有机会，我还想去看看南极的天堂湾。一起呗。不可命名你那么好。我去过世界很多地方，都是因为工作，很少能像现在这样喝喝茶、聊聊天，很难体会那种游人的心境。谢谢你。有机会真的想去全世界好好的走一走看一看。人一辈子其实很短暂的，转瞬即逝。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人生。哎哎，你看，看，看，看到没？哎，你说这么多清闲的职务他不去干，非得给魏总当个助理，为什么呀？为什么呀？记得上次魏总训他吗？你说他平常那么不可一世的人啊，魏总一说他，哎，他倒是乖乖听。这次出差原本是该让明博去，啊，他偏硬生的把人给挤下了。哎，这佳怡是不是嫁不出去了呀？非看上个有妇之夫？
您看您需要点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谢谢。早啊。昨天睡怎么样？挺好，我帮你点好了早餐。你随便点啊。我还想再点一样东西，魏总的和颜悦色。佳怡，这几天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我们方舟有那么多部门，你为什么偏偏挑中了产品部？因为你啊。因为我可是对你做过背调的。首先呢，你在方舟工作了9年，是方舟的元老，对公司架构的理解和内部管理利弊的认知肯定比一般人透彻。其次，一旦你升职，将会是目前事业部最年轻的 VP， 方舟高层都称赞你做事高效，深谙人心，所以我想来好好领教一下。那你的背调可做得不够详尽。我还有老婆有孩子，我在公司这么努力的工作，就希望我的家人能够生活幸福。当然，这种幸福也包括我不希望他们在生活当中因为无中生有的误会而受到困扰。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刚才在朋友圈发的照片我看了，你这么做啊，很容易引起公司同事的误会，这对你还有我的个人声誉没有任何好处。我还当是什么事儿呢？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可误会的，我不过就是随手拍了些照片，记录日常生活，发朋友圈。魏总有什么好紧张的？我没有紧张，人言可畏。到底是人言可畏，还是魏总心里本来就有属于我的一席之地，被人看穿了之后心虚了呢？你想多了吧你？不好意思啊。喂，爸。你马上买票回江州。你们回来了呀？回来再说。喂，你先回去吧，这有我呢。喏，给你的。这些东西你拿去送小朋友吧。你可别小看这些盲盒啊！我给你买的这些里面是有隐藏款的，你要是开到了隐藏款，它的价值会翻5到10倍呢。拆一个看看。第一个就开到隐藏款，我看看，这上面还写了2句话呢。你看，这2句话也是我想对你说的话。江喜，又是隐藏款，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10万分之一，你现在就是幸运女神了。隐藏款，又是隐藏款。隐藏款。那我猜这里面该不会都是隐藏款吧？虽然我买这些隐藏款的行为是有些投机，但我也是想把心意准备到100%嘛。我不想对你偷懒。江喜，我知道以我现在的能力，我没有办法给你更好的生活，但你要相信我，只要你愿意给我时间，很快我就会像这些盲盒一样，让你看到升职的潜力。我觉得不是时间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明博，我们是不同的人，我喜欢的一直都是橱窗里面的奢侈品，价格就摆在那里，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不过，你送给我的这个，我很喜欢。
张妈，哎，来了来了，哎，佳怡回来了啊？哦，不用，我自己拿。爸妈，你们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爸，我想死你了。怎么了？这么严肃啊？这是谁的衣服啊？同事的呀。怎么了？同事的。哎，爸，你干什么呀？你马上写辞职报告，明天一早交上去。我为什么要辞职啊？工作上我有任何过失吗？就算你是大股东，你也没有擅自开除我的权利。我没这个权利。那你等着。现在这魏明的事，这方舟传的多难听啊！你别急，慢慢讲，弄不好就是个误会呢。那不是误会，传言是真的。我就是喜欢魏明。你还说得出口？你喜欢谁不好，可偏偏人家有老婆的。我知道，那没什么。你听听，他说的都是这些什么话呀？你读了那么多的书，你连最起码的礼义廉耻都不懂吗？佳怡呀，我和你爸爸从小就把你送到国外去留学，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去镀镀金，长长见识。你倒好，把西方人的那套没边际的自由学了来。听你爸爸的话，赶紧离开方舟，跟那个男的断掉。我不要。你们也知道，从小你们就把我送出去读书啊。从12岁起，你们两个就不再管我了。现在你们又突然跳出来叫我好好听话，对不起，晚了，我已经长大了。你看你能说出这种话，就证明你还是个孩子。佳怡呀，爸爸妈妈不会害你的，你不要头脑发昏。你喜欢人家，可是人家已经结婚有孩子了，这种感情是没有结果的。那是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有关系。没关系，你听着，我是不会让你跟魏明在一起的。用不着你同意。你还顾不顾脸面了？我还有脸面了。说白了，你更在意的还是你的脸面。你有在意过我吗？那我也告诉你，我还就偏偏要跟魏明在一起，等着瞧。你回来！别急别急，这孩子从小脾气就倔，我们要慢慢劝，急不来的。谁啊？我。你坐我车干嘛？你不是开顺风车吗？我刚好下班，顺便给你增加一点营业收入。怎么着，不欢迎你的乘客啊？你别折磨我了，行不行啊？你怎么知道我跟你顺路呢？你再说你干嘛不让你秘书跟你约一辆车呀？司机和秘书我早就让他们下班了，我前面打车要排100多号呢，而且我没有做好标在公司通宵的准备。我11点之后啊，加价3倍，然后路上还要接人，能接受吧？哦，还要拼车呀？那我只能付你1.5倍的车费。赶紧走吧，师傅，别耽误时间了，行吗？喏，送给果果的。你看，据说这个东西能升值，你可别当垃圾扔了啊！不会，谢谢。哎，你今天晚上怎么那么晚下班呀？不会是那个变态 CEO 顾许为难你了吧？我跟你说，你
如果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跟我说啊。说面对这种职场黑恶势力啊，你千万不能怂，他们就是喜欢那种吃软怕硬的人。一看你是软柿子，他们恨不得把你熬成那个柿子汤，你一定得硬切，他们就乖乖认怂了，知道吗？介绍一下顾许、江喜。啊，我们之前在风流见过。你们俩聊。那个，顾总，上次真是谢谢您啊。如果背后是人画画就是你表达感谢的方式的话，那就大可不必了。我没有，我刚才就是讲了一个冷笑话。顾总，你怎么一点幽默细胞都没有呀？你们是不是在聊工作呀？是啊。没有。我觉得这个顾许人不错。哪儿不错了？就是他能够给人一种特别舒适的距离感。好多男生啊，见到漂亮姑娘，恨不得乍见之欢，最好距离感直接为负。但顾许不一样哦。想多了，他对谁都这样。反正我是没有看见过。我们公司林总搭哪个普通员工的顺风车回家，而且根本就不顺路。我觉得他是想要找机会多了解你。他是想故意找机会让我不痛快。你不了解他，他呀，就是一个用算法衡量一切的技术男，脑回路清奇，不按常理出牌。他现在正充分享受虐杀我的快乐。所以啊，他就像是一个不成熟的小男生，表面上呢欺负你，但潜台词是在说我喜欢你。你们家江海都不这样。哎，打住啊！我们两个还是聊点别的吧。今天在方舟出了一个很大的八卦，黄佳怡发了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朋友圈，你猜主角是谁？魏明。朋友圈嘛，顾名思义，就是发给大家看的。但是这个黄佳怡啊，她实在是太心急了。表面上她要宣示主权，对内她向魏明逼宫。这个魏明宁可背负陈世美的骂名，也要上赶的去给黄家当赘婿。你说你啊，算不算是料事如神？离婚的律师委托协议我已经签完了。司仪交代我，在正式向魏明摊牌之前，要尽可能的找到他婚内出轨的证据，还有转移资产的证据。这个黄佳怡，绿茶嘛是真绿茶，但神助攻也算得上是神助攻。以魏明的德行啊，没有这个黄佳怡也会有别人。凉水是泡不开绿茶的，他不热乎，人家能往上冲。海王就是海王，撒网捕鱼的不算高手，能让鱼儿主动上钩的才算是棋高一筹。我估计这会儿黄董已经气得大发雷霆了。你放心吧，公司那边我会帮你继续盯着他们两个的。接下来就要真刀真枪硬碰硬。袁领少，我刚下飞机，直接回公司了啊。这次出差比预期多了2天，我换洗衣服没带够，你赶紧给我送一趟。我这边10点钟有个会，尽快啊。你到哪儿了？我已经到公司门口了，衣服呢？喂，对啊，我在楼下，你在哪儿？这边。那我先走了。好，谢谢。是魏先生吗？啊，这是您的衣服。
谢谢啊。衬衣皱成这样，你就找个快递给我送过来。你一天到晚在家干什么呢？稍等一下，10点的会，我现在肯定迟到了。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呢？请进。魏总，怎么了？西服已经洗好了，我特地选了一件衬衣作为谢礼，相信会跟西服很配。太好了，佳怡，你可帮我大忙了。衣服这么皱啊，不然换上吧。好。还有事吗？没事了。要不你先回避一下。进来吧。怎么样？挺合适的。真帅。谢谢。今天例会的工作重点是我们方舟和磐石的合作酒会，那么具体的安排由佳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和磐石的签约仪式定在明天下午，之后的酒会是非正式的，为的就是让我们公司的人和磐石的人好好深入交流一下，对以后业务的推进也有帮助。米雪，你负责对接行业媒体，记得跟 PR 那边交代一下，可以发头条。林月、大伟，你们负责对接公关公司。这次的酒会事关重大，务必把每一个流程都对清楚。好。江喜，你负责会场外的媒介接待。这次我们邀请的都是贵宾，不能出岔子。好的。因为是工作酒会，所以这次没有邀请家属。我会充当魏总的女伴，和魏总一起负责重要来宾的接待。你们先开会，我去一趟酒会现场。好。对了，大家下班的时候记得来我这儿领东西。谢谢啊，谢谢大家。谢谢你。佳怡，你刚刚看到大家的反应了吧？那这次酒会你做我的女伴，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我才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呢。这次邀请的宾客中有很多是我爸那边的朋友，我作为女伴，从社交礼仪上看完全没有问题。魏总是想避嫌吗？我们俩可什么事都没有啊，刻意为之反而才会遭人闲话吧。你放心吧，我会安排好的。安安，啊？领什么东西啊？哦，特产，他不是从外地回来吗？给他买的礼物。什么？你没在群里吗？这么快就开始拉拢人心了？嗨，你也不看看谁教的。现在魏总啊，马上就要升 VP 了，方舟和磐石又签了约，难怪对这次酒会这么上心。不过说真的呀，我还是真的羡慕。我有什么可羡慕的呀？我就是一个打杂的，我现在连门都进不去。至少你不用听他颐指气使，跟魏总在那个特产群里面一唱一和了。嗯哼。什么？还有个特产群？对啊，这个群你也不在啊？哦，就在刚刚，他把那特产群改成了筹备群。哎，佳怡用私人关系给我们寄了迪曼的礼服啊，等于说除了江喜之外，我们其他人都可以去试装。高定，我这辈子都没穿过高定呢。我也没穿过啊。走，先走了。他这个用意很明显，
吃了他的，穿了他的，这样的话，在公司里面就没人敢议论他和魏明的关系了。照焦爱斯这个速度的话，你很快就可以卸任魏总裁。怎么样，开心吗？老公出轨，小三强势示威，对于我这个原配来说，确实是件好事儿，真是讽刺。对了，你去上班的事情还没有告诉魏明吧？那你一会儿怎么跟他解释？我打算实话实说呗。魏明现在有这么大个把柄落在我手上，你猜他会不会因为心虚跟我来个等价交换？都几点了，才回来？果果呢？去外婆家了，我有点忙，让我妈照顾几天。你忙都忙什么？衬衣连熨都没熨，就给我送到公司去了。你天天在家的这点小事都干不好吗？没来得及告诉你啊，我通过了一家公司的面试，正式开始上班了。你去上班了？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你工作上的事儿，也没和我商量过呀。这能是一回事吗？你上班了，家里的事情谁来照顾啊？衬衣我不希望有第二次了。不希望出现第二次，你就自己干呀。我现在已经正式开始上班了，最起码你自己的事儿自己干。我们两个人商量好，男主外女主内。你既然兼顾不了，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照顾家上，有错吗？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男主外女主内？分工不是由性别决定的。分工是不由性别决定的，但肯定是由能力决定的吧？我们结婚这几年，家里的日常开销哪一个不是从我工资里扣出来的？我让你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把主要精力投在家里面，没错吧？你刚刚上班那点工资够干嘛用的？明天方舟跟磐石有个签约酒会，你带你们公司那个黄佳怡一起去啊？本来公司是安排你去的，结果我重新安排了一下。我是在薇姐生日会上听说的，她说小姑娘人长得漂亮，也聪明，最重要的是对你挺崇拜的。最近新招的助理啊？对，公司硬安排的，说这小女孩家里有背景。那你这次去出差也是带的她？本来不是带她的，是明博。我挺好的，你工作那么辛苦，女助理心细，还能把你的生活照顾得好一点，那我就放心了。早点睡吧，我还有点工作。老婆，你去上班我没有意见，我是担心你身体。要累的话，尽早辞职。早点睡吧，别老看手机。在干嘛？准备睡了。顾总，报道在1周左右写好，那到时候发稿之前，我再跟您确认一下稿件的内容。顾总，请留步。啊，辛苦了。舒曼，帮我送一下二位。好，这边请。哎，你要的资料。啊，谢谢。说。刚才这么重要的采访，你就穿这身啊？我又不是明星，也不靠脸吃饭，何必在意这些小节呢？那晚上跟方舟的签约酒会，你不会也想穿这身吧？不然呢？
如果今天早下班的话，记得叫上我。请进吧，随便坐。哇，天哪，喝什么？都行。可以呀，业余生活很丰富多彩嘛。成年人的乐趣，水行吗？可以。哈，成年人的乐趣，也包括这个啊。小黄鸭调试法没听说过吗？我听过呀，但是真人用我还是第一次见。就是在调试代码的时候，你要详细的向他解释每一行代码，这样代码中不完善的地方就会显现出来。你这样，你给他放在这儿，他还能跟你有眼神交流。你是来我们家视察工作的吗？哦，对了，你家衣柜在哪儿？就这些。不就是个酒会吗？至于那么隆重吗？扎克伯格不也是 T 恤衫、牛仔裤吗？不是在国外吗？你在国内，什么场合配什么衣服，这是最基本的礼仪。你现在这身跟方舟酒会的规格完全不搭。这总可以了吧？就是感觉好像还少点什么。今天呢，到了很多很重要的人物，一会儿我帮你介绍一下。他是庞总，来，哟，魏总，久仰久仰。你好，你好，你好。我的名片。庞总你好。以后多合作。好好，一定一定。啊，这位是李总。啊，你好，李总。幸会幸会。早就听佳怡说过你，有机会合作。这风头是他出的，魏总都承认了亏欠。哎，他真以为参加颁奖活似的，真把自己当明星啊！来，哎，老黄，魏总，不是你怎么混进来了？好久不见了。哎呀，这不你们邀请的吗？看你胖的啊，这么长时间不见，扣都系不上了。说明生活好了。这位你换人了？你见过？见过吗？来，对对对，我见过见过。你别着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方舟的黄佳怡，这是我哥们黄总。幸会幸会，来，幸会，碰一杯。走。长得挺漂亮的啊。哎，魏总怎么没带他老婆来呢？这你还不懂？走走走。哎，张总。说什么呢？你们在这儿啊？这不是夸你呢吗？你们上那价格还得再低一点。没问题，你说了算。我先过去了。魏总，都还顺利吗？啊，都还行。你就是这个江喜啊，工作分不清轻重缓急，我给他发信息，到现在还没回我。这个江喜，回去再跟他算账。寒食的顾许怎么还没到啊？顾许那边说有一个电话会议刚刚结束，可能会晚一些过来。 PR 那边我已经沟通好了，明天妥妥的互联网头条。做得不错，继续加油。对了，谢谢你的衣服。谢啦，谢谢衣服。客气。顾总，好，稍等一下。蕾蕾，等到你啊，让我先生。应该是顾总来了。小心台阶。谢谢。这什么？这不知道啊？他为什么买啊？是买了一起设计吗？
顾总，怎么才来啊？明博，跟主持人说一下，顾总来了，准备开始。好，我们开始吧。顾总、魏总，为了庆祝方舟和磐石的合作，请两位一起合个影吧。好啊。合作愉快，顾总。哎，江喜一起来了。顾总看这里，好，上一个，别动。